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3月31号，礼拜天。咱们今天聊两个新闻啊，然后呢就进入互动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高见或者问题都可以贴在留言区，付费会员的问题还是会优先的讨论。今天呢，我选了两个政治性不那么强的话题，一个是3月26号巴尔的摩的 Key Bridge 这个桥呢被一个叫达利号的船撞塌了。这个事情目前可以认定是一场意外啊，作为世界上第3长的钢横架桥呢，这个坍塌的如此彻底，非常的让人意外。这个呢，其实引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什么这么落后？这个事儿跟下面谈的话题就是雷军推出的 SU7 电动车呀，大家开玩笑称之为保10米。这个两个事儿中间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联系哈，就是关于中国人这个内卷的问题。那这个 SU7 呢，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保10米，就是因为它的外形跟保时捷太像啊，像到简直就是抄袭。那这种抄袭呢，雷军称之为向保时捷致敬。或许车的外观难以用专利来保护好，但是呢，这么赤裸裸的抄袭，感觉还是挺不顾及脸面的。中国的电动车呀，正在走华为的老路。华为当时就是凭借智能手机的价格优势，然后呢，在国际市场不断的攻城略地，在几乎就要超过苹果的一刹那被美国制裁了。否则呢，超过苹果的这个销售量是毫无悬念的。那雷军呢，现在也正走在这条路上，比亚迪也是啊，所以很快特斯拉都会被他们超越，不是在性能上被超越，而是在销量上被超越。事实上其实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实现从0到1的突破，就是把电动车真正造出来这个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呢，一旦有了这个从0到1的突破之后呢，后面的人做一点修修补补的工作，或者说呢，把这个就是上面加一些这个更漂亮的内饰或者把车的外观做得更漂亮一点，这就已经不再是一个非常这个拥有技术含量的这种更新了。那么这种方式呢，也就是中国国内很多的厂家正在走的一条路。也就是说呢，通过抄袭然后呢内卷，把价格做到更低这一方面比较容易，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因为价格低嘛，所以倾销到国际市场，就会卷死那些从0到1突破的这个厂家。当年的加拿大北方电信呢，也是这样被华为卷死的。我也来看一看就历史会不会重演，就中国的电动车会不会通过像华为那样，就是铺满整个国际市场。我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中国电动车的前景怎么看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呢，可以在咱们这个视频的下方留个言。咱们现在就说第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当天新闻出来的时候本来是可以谈的，但是我觉得我要讨论的内容是关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为什么如此落后的问题并没有太多的时效性，所以呢就把它挪到周日来谈。我想先说一下这个巴尔的摩这个大桥坍塌的这个意外这个事件可能很多朋友在国内也没有怎么太关心。巴尔的摩大桥呢，这个因为我当年住在这个 DC 附近当时我们那个 DC 附近呢叫大华府地区，巴尔的摩 DC 北维州这一块就基本上来说的话都是属于一个圈子里边的，所以它就是我对那个地方就比较熟悉嘛。2024年3月26号的时候，是北美东部时区的凌晨0点44分。这个达利号船呢离开了巴尔的摩港，它要出发前往斯里兰卡科伦坡。在凌晨1点24分的时候呢，这个船就突然停电了。停电之后就开始偏离航道。随后呢，这个船员就启动了备用的发电机，为这个电力系统临时供电，但是始终没有给船只的推进系统供上电。到1点26分的时候，就是这个停电2分钟之后这个船因为就完全失控了嘛，所以就发出了 Mayday 这是一个求救的无线电信号，向马里兰州的交通局通报说船只失去推动力，目前已经失控了。这样的话就会撞上大桥的危险。不光撞上大桥了，它因为失控嘛，所以它可能随时没法转弯它可能会随时撞到某一个这个岸边撞上码头等等都有可能。那这个时候呢，船上的一位驾驶员就要求这个马里兰当地政府立刻关闭大桥。这个船呢，因为它是没有电了嘛，所以就一度失去照明，不久之后又恢复也就是备用电源可以就是恢复照明，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恢复船的动力。这马里兰州呢交通警察在凌晨1点27分53秒的时候派员去关闭这个钢桥的双向的车道。它先是这个封闭了
大桥南侧往北的那个车道啊，然后呢，到了这个1点28分58秒的时候，又封闭了北侧往南的车道。但是封闭这个车道的时候，这个船已经撞上大桥了。撞上大桥之后呢，当时这个船只撞桥的时速呢是6.8节，大概就是12.6公里每小时，速度不是很快。你看那个视频也能够看得到。但是撞桥几秒之后呢，大桥的主跨就开始解体。一个地方一塌的话，其他别的地方就都跟着带崩了啊。那么，现在这个大桥坍塌完了之后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桥呢，就是坍塌的部分砸到了这个船头，砸碎了几个箱子哈，就是那其他别的部分就落入水中。这个船上呢，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主要是在这个桥上当时施工的一些工人啊掉到了这个桥下。现在我们知道是有2个人死亡啊，还有一些是桥上其他别的人员是失踪啊，但是呢，肯定是凶多吉少了。要是活着的话，肯定就浮出水面了嘛。这个事儿是一场意外哈，就是当时联邦调查局也马上到现场去勘察，看是不是一个恐怖袭击啊，它就是一场意外。这个大家记得，川普2016年上台之前呢，就提到过说美国的基础设施呢是这个跟第三世界国家相差无几啊。我在美国生活了20几年哈，其实有好几次就是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就是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路上有个大坑。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下了雪，撒了那个盐之后啊，它把那个高速公路就给腐蚀了。腐蚀了之后呢，这个有地方就会开裂，开裂之后的话，这个车走来走去，就是在这个马路上就压出一个大坑来啊。然后你晚上开车时候不注意嘛，高速公路嘛，你开得非常快，结果这个车的这个轮胎呢，一下子撞到这个那个大坑的边沿，那是很厉害的。那一撞的话，就把这个轮胎就撞爆了。爆了之后的话，这个轮胎一下就瘪掉了嘛。就是我自己就有过至少2次这样的经历，不得不紧急停车，然后在路边再更换轮胎。在美国其他很多地方开车，你都会知道，就当年我在495上开，就是这个绕着 DC 的这个环城路啊，这个 Beltway 啊，就是也会知道有很多地方那个路上坑坑洼洼，很糟糕。美国这边也是啊，就是纽约这边也是有很多地方那个路况是非常的糟糕。而且大家知道，就是说像美国很多的基础设施，像美国的这个铁路啊是更加的陈旧，然后这个像纽约的那个纽约市的地铁，那个是脏乱陈旧不堪的，那个地铁咣当咣当，你看那个地铁就简直旧的都没法说了。这个美国的很多基础设施，它的使用时间都是很长了已经。高速公路啊、铁路啊、机场啊、桥梁等等，都是上个世纪建的嘛。美国搞这种大规模的基建呢，其实是有3个时期。一个时期就是一战的时候啊，当时美国开始修铁路，那个时候美国的铁路总量能够达到41万公里，这个数字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超越。但是现在美国很多铁路段都废弃了，特别是就是现在，比如说从东到西的这个旅行的话，大家都坐飞机嘛，就很少有人再去坐火车了。近一点的话，大家就开车啊；远的话就坐飞机。就是基本上来说的话，就美国很少有人去坐火车，除非你是住在比如说像纽约、像华盛顿这种郊区。那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会坐这种短程的铁路通勤啊，到这个纽约市里。所以就是美国的这个铁路啊，就是它的这个路况现在变得非常的糟糕，速度也很慢。你要到欧洲的话，欧洲铁路的话还是挺快的。中国有高铁之前，日本新干线这个就是除了这个日本新干线，大概就是像美国的这个欧洲的那个铁路，它的速度就特别快。我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在德国就出差嘛，然后到欧洲旅行的时候坐那种 ICE 的话，就是子弹头那种列车，那最高速度的话1小时250公里，那是90年代初的时候就很厉害。美国这边的话，铁路基本上来说速度都达不到这个速度，能200公里都达不到，能达到150-160公里可能就相当不错了已经。它的铁路非常非常的老。那它这个铁路的话，主要修建现在说起来已经是100年以前的事了啊，100多年以前，就是一战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一个修铁路的高潮。那还有就是这个高速公路啊，什么水利设施啊等等，这个第2波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就是罗斯福新政啊，就当时因为美国经济大萧条嘛，罗斯福通过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去拉动就业，包括像这个帝国大厦，那都是在那个时候修建的嘛。第3个这个就是基建的高潮是在50年代，就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总统的时候，开始这个美国的这种高速公路的建设。
这个建设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才结束，投了8000亿美元。建成的高速公路呢，总长将近9万公里啊，算是相当长。但这种高速公路你是要不断的维护的。美国是基础设施建设，它的这个费用哈，就是经过了就非常的昂贵，经过了就是30-40年之后，因为已经很陈旧了嘛，但是你要维护它的话，那这个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昂贵。美国的搞工程啊，它的效率非常低啊，低到什么程度？当时我住在北维州的时候，就是 Northern Virginia 啊，当时进 DC 的时候要做这个，要开车走66号公路嘛，那条公路是常年都堵得不行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就是绕着 DC 的这一圈这个495，我们叫 Beltway， 永远都堵得不行。高峰时刻哈，尖峰时刻，你开这个20个 mile， 大概要开1个小时的时间，就几乎就是跟爬行没什么区别啊。那个时候你要是从马里兰那边走95，然后走495，再走66回家，走北维州的话，基本来说1个小时吧，大概就能走20英里。开一开停一停，开一开停一停，有时候一停很长时间，就是你等于是在高速公路上就跟停车场一样，停在那儿等着。那按道理来讲，就是说堵到这种程度的话，你就扩几条线呗，就增加几条这个行车线不就完了吗？但是它扩一条线的话，大概需要几十亿美元。像66一共也没多长是吧？但是它扩一条线的话，大概要几十亿美元。因为沿路的话，比如说你需要拆迁啊，需要做这种环境评估啊等等，都是要花无数的钱。然后呢，州里边又没有钱，所以就需要联邦补贴，然后联邦也没有钱，这就是使得就是你要想这个对公路进行扩容，就变得特别特别的艰难。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哈，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美国现在的人力施工的这个人员严重的不足。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从事这种白领的工作，不愿意从事这种蓝领的工作。然后在这个，所以你想找这个足够多的工人去干活，能够把这个速度提上去，这个也特别难。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说公路，因为你要想修建的话，投资非常多，但是资金的回收却非常的慢，所以私人企业呢，他不愿意进行这种投资。那做金融多快啊，是吧？开发房地产这个来的多快，所以就是说，这就是造成很多原因吧，叠加起来就造成美国的基础设施更新就非常的缓慢。不仅仅是公路哈，美国的机场啊、铁路啊、城市供水啊、这个石油天然气管道等等都在陈旧和老化。像我现在住在这边的这个就是纽约上州一点的地方，那个城市供水整个那个地下水的那个处理，就是污水的处理，价格非常的昂贵。我就问我说我们这边的这个水啊，怎么比如说 Virginia 要贵4-5倍啊？就是这个同样用这么多的水，为什么价钱翻了4-5倍？他们就说这边的这个就是那个过去的井已经太旧了啊，就是这个打的这个井，我说那得打几口新的井呗，他们说不行，这个太贵了，实在是。然后呢，这个污水处理也是啊，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昂贵。所以呢，其实这一点啊，就是跟中国确实是非常的不一样。中国是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啊，干活能够吃苦，然后呢效率也高。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人在搞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什么跟当地居民商量，就拆迁的事儿就是大干快上了，是吧？谁不搬走马上就抓谁。然后呢，也不用考虑什么环境保护的问题，这方面确实很野蛮啊，效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美国做这些事情，它的这个效率呢，确实不如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靠的也就是中国的这个人口啊，就是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并不是因为说中共有什么绝招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快。其实呢，这个制造业哈，我觉得也是这样。虽然东南亚国家啊，现在很多这个产业在往东南亚国家迁。东南亚国家的这个人口密度呢也不小啊，像越南呢，像菲律宾呢，像这个印尼啊、印度都是1亿人以上的大国了啊，甚至像印度10几亿的大国，印尼也将近10亿人口的大国。但是他们的这种吃苦精神呢，是远远不如中国人的。就是特别是那些南方国家，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像规律性的东西啊，反正我是觉得是这样。越往北方的国家呢，这个人民的劳动，这个就是越能吃苦。越是往南方的这个人越不爱动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热了，一动就都是浑身出汗的，所以他们才不愿意干活，还是因为他们是因为，南方嘛，因为以前都是采集经济啊，就是说基本来说，你从树上摘个椰子啊，或者摘点什么水果之类的，香蕉之类的就可以吃了，也饿不死。
所以就是很多南方人他们相对来说就比较生活懒散一些啊，北方人的话呢，就是工作效率会高一些。所以虽然就是说很多工厂在往东南亚迁，但是呢，就是说你想找到像中国这样吃苦的那个人呢，这很难找。大家知道这个台积电呢，准备在美国投资400亿美元啊，在亚利桑那建厂，但是呢，就是它也面临着一个工期延误的问题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张忠谋就说，他说他对美国年轻员工的这个工作态度很担心。他说这些美国的年轻人呢，谈论的都是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就是我不能整天工作，我要这个 enjoy life 哈，我要这个去享受生活。张忠谋就说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享受生活啊，什么生活与工作之间平衡这样的词儿。他说没有工作就没有生活嘛，你不工作的话不挣钱怎么生活？所以呢，实际上就是说中国人这种特别吃苦啊，就特别卷的这种工作态度呢，也是我相信可能会帮助中共保住一部分制造业，当然不是高端的制造业，是那种非常吃苦的，就是非常这个劳动密集型的那种制造业。这就是我想从这个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来说一说，就是美国人现在他的一种心态啊，就是他喜欢干那些白领的工作，不喜欢干这种体力的工作，这造成就是美国很多的制造业啊，包括像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修基础设施的话是需要很多人力的嘛，这就造成这种我们明显发现这种人力的短缺。说完了这个新闻之后呢，就跟大家插播一个公益广告哈，就是咱们现在人呢，整天坐在电脑的前面，弯着脖子啊，弓着背啊，这个身体的姿态变得越来越难看。很多西方的家长呢，都喜欢给孩子报一个芭蕾舞班啊，倒不一定非得让孩子成为多么专业的演员，主要是培养孩子对艺术的兴趣，还有就是这种优雅的姿态。现在呢，这个神韵艺术团在全球巡演啊，就是神韵艺术，我觉得是一生必须得至少看一次的演出吧，就是你不看的话，人生不完整。现在其实神韵在全世界，同时有8个团在演出啊，在加拿大，在这个台湾呢，在美国，就是在欧洲都有很多的城市哈，在同时演出。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每天除了大概周一周二，基本上来说每天都同时有8个城市在演神韵啊，大家可以到神韵的网站自己去看哈。那很多人也见到过这个神韵演员这种靓丽优雅的身姿了。那现在呢，这个神韵艺术团，这个推出了一个神韵的艺术考级中心啊，这样的一系列的远程的教学课程，它是由神韵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亲自任教啊，教授纯正的这个中国古典舞。中国古典舞呢，其实比这个芭蕾舞的难度还要高一些啊，而且呢，它更符合人体的自然美和肌肉运动学。神韵的考级中心呢，采用的是这个中英文的教学啊，然后呢，这个1年48节课啊，每节课的话呢，持续大概是1个小时，课程时间的安排非常的灵活哈，所以您可以给孩子选择这个最合适的时间去学习。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艺术明星啊，就是像王琛啊这种大领舞啊，就是能够做这个神韵的老师，能够得到像他呀、像后任呢这些人的指点，对您的孩子来说绝对是一个终身受益的这样的机会。哪怕就是说您就是只是希望孩子能够增加一些艺术熏陶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就是将来孩子在申请那个读大学的时候，艺术专长绝对是一个加分项啊。我的很多的学生从神韵退役之后去读藤校的就有好几个。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呢，您可以点击那个描述栏的链接哈，去了解更多的信息。那这个完全是一个公益信息哈。这个下面我就说一下这个小米抄袭保时捷的这个事情。雷军呢这一次推出了小米汽车啊，这个算是这个手机的厂家进到一个新的赛道里。这个如果你要是对比这个雷军的这个汽车跟保时捷，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特别相像的地方。咱们刚才就说这个抄袭的这个事情哈，雷军其实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啊，他有几点很精明。第一个就是说他在选这个小米造车的时候，他选了北京。这个选址其实是蛮有说道的啊，因为像上海有特斯拉啊，深圳有比亚迪啊，广州有广汽，对吧？那你北上广深的话，那北京有啥呢，对吧？上海、深圳、广州都有了，那你现在在北京搞一个小米汽车，这个对于北京市政府来说的话，他也会觉得这是一个习近平很重视的项目嘛，因为习近平他现在把什么电动车呀、这个太阳能面板呐，
什么这个锂电池啊，这个视为新三样嘛，就认为这是拉动中国未来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啊，就是像引擎一样。那既然习近平都重视这个电动车，那在北京要搞这么一个汽车厂，对吧？那对于北京市政府来说，他们也需要，所以呢，他们肯定会给雷军很多的优惠。所以雷军这一点，他选址选在北京就很精明。第二个，其实雷军呢，他跟政府的关系，他很会搞啊，他这个很会交投名状。大家记得这个2021年前后啊，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件事嘛，就当时这个中共经常讲啊，就是这个对那些互联网大厂动不动就去掐掐他们的脖子啊，这个希望比如说整肃阿里巴巴呀，然后整一些这个其他别的那些大厂啊，搞的什么马云呐、马化腾啊都有点灰头土脸是吧？对他们进行罚款呐。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中共还经常提一个词儿，就是叫3次分配啊。3次分配的话，就是第一次这个大家到市场上挣钱啊，这个挣到的钱这是属于1次分配啊，多劳多得嘛。然后第二次的话，通过税收啊，把这个政府这个该交的税给政府交了啊，然后由政府再花你们交的税钱呢，这是2次分配。所谓3次分配的话，就是你们要搞慈善捐款啊，你们不能光自己赚钱啊，然后呢，除了交税之外，还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所以你们要这个给这个社会一些慈善公益事业捐款。这个雷军呢，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因为当时这个炒这个3次分配讲了很多嘛，就感觉习近平讲什么共同富裕啊，什么3次分配啊，所以当时雷军呢一下子就捐出了20亿美元的小米的股票啊，给这个慈善机构。这是这个继美团王兴和拼多多的黄峥之后啊，捐自家股票给，就是又一家捐自家股票给慈善机构，中国科技的这个巨富。所以呢，这个雷军交投名状交的也很及时。然后雷军生产那个手机呢，里边就装上了中共，这你根本删都删不掉的，在它的操作系统里边就装了这个所谓反诈 APP。实际上就是把每一个小米的手机变成一个监听你的工具嘛，就是这都是向中共交投名状的这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了。那第4个的话，就是雷军呢，他就很会内卷啊，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就是科技进步哈，从0到1很难啊，你从1到2的话就容易多了，甚至从1到10都不难，就是你不断的迭代吧，就往上不断的这个就是这个优化性能就完了。就像当时这个 iPhone 一样，是吧？你第一个能够想出 iPhone 的这种概念，把 iPhone 造出来啊，这个是很难的。这就是乔布斯干的事儿啊。完了之后，剩下 Tim Cook 的话，只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迭代而已。你说，Tim Cook 自从乔帮主去世以后，他又干过什么新的产品，对吧？他本来还说造车，后来说也不造了，对吧？然后什么苹果 TV 啊，什么很多东西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他现在基本上来说就是靠这个。一招鲜吃遍天啊，它就是靠这个苹果手机啊，不断的迭代。这其实也不是什么他的能力了，因为迭代这个靠芯片的这种能力，芯片自己的迭代，它就把一些这个新的技术直接往上应用就完了。所以其实现在苹果的这个技术含量，从这个乔布斯去世之后呢，就变得越来越低了。那这种智慧手机呢，那其他别的厂家也会跟牌嘛，就是你能做这个，那别人也能做，小米也能做，华为也能做，是吧？那他们在做这种手机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价格优势啊，我就是比你便宜啊，所以你就通过这个东西啊，就可以占领很多的国际市场。如果不是这个美国说华为是间谍机啊，就是或者对华为的芯片进行禁运的话，那华为其实早就超过这个苹果，甚至我觉得都可能超过三星了啊，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手机厂商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中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抄袭，然后呢，在上面在这个基础上迭代啊，去优化，然后呢，把这个价格做下来，就卷死那些这个真正做到在技术上突破的，从0到1突破的这些公司。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要是比一下哈，就是这个特斯拉啊和这个小米的这个 SU7啊，它这个汽车的这个性能设备的话，不管是续航能力也好，充电速度也好，这个加速的这个速度也好，输出的功率也好，甚至车的这个尺寸也好，感觉好像是特斯拉处处都不如小米。每一个领域好像小米都领先，因为你在人家基础上迭代嘛。那这个马斯克呢发了一个推文啊，
他说对于任何一个技术啊，给他打分的话呢，并不是和他的 competitor 啊，就是他的竞争对手来比较啊，他这样的话不是太容易了吗？而是应该看你是否能够挑战物理的极限。他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挑战的就是这个 Starlink 啊，这个星链的 latency 啊，就是这个就是叫延迟啊，这个通信的这种延迟。他说我们发现这个其中呢还有很多的空间是可以提升的。所以其实你像这个伊隆马斯克做的都是0到1的工作啊，这个返回式可反复利用的这种这个卫星，这个导弹哈，这个不是导弹了，就是这个火箭哈，可以返回式的这种火箭。然后呢，这个电动车从0到1有了特斯拉是吧？这个返回式的火箭呢，从0到1有了这个 SpaceX。然后呢，像他做的这个他做的很多工作，像 Starlink 哈，都是从0到1的这种工作。但是呢，就是共产党中共的话，他干的就是抄袭啊，然后呢内卷。那这种情况其实对于欧美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哈。我为什么今天把这个雷军这个事情跟巴尔的摩桥塌了那事儿放到一块儿去讲？想说的其实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问题。中国人就是特别能吃苦啊，然后呢，这个可以忍受极低的工资啊，甚至没有劳动保护啊，加班的话跟坐牢一样啊，就是每天除了吃饭不干别的，就拼命干活。然后忍受极低的工资，然后把那个量又能够拉得上去啊，就生产量又能够拉得上去，就造成价格很低。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是让中共这么卷下去的话，真正其实全世界没有多少国家，甚至一个都没有，就是在这种方面能够卷得过中国的啊。所以，如果放任中共这样卷下去的话，这个其他别的国家的电动车可能真的很快就死掉了。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欧美这边的话呢，对中共的这种电动车呢，都在想方设法的去设置一些贸易的壁垒。当然一个原因的话是觉得安全问题，就是因为电动车嘛，它就其实像一个移动的 iPhone 一样，可以远程控制，然后呢，它有很多的摄像头，所以就是说它有这种国家安全的考虑。那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能够查到说中国有很多政府补贴的话，那么这个就属于不正当竞争啊。那欧盟呢，它可以通过这种关税啊，美国也可以通过关税的这种方式，让你进口到美国的时候，能够把这个价格呢，就是你再有优势的话，一加关税就没有优势了嘛。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欧美现在能够反击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中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这个就是等于是把全球的产能在中国一个国家实现的，等于是不给其他别的国家活路啊。当然，有的人觉得说这不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竞争优势所在吗？你要知道，这是以牺牲韭菜、牺牲人矿们的幸福作为代价啊，就是因为他们只有工作没有生活啊，这个没有这个在这个伤害自己健康的情况下，能够生产出这些廉价的产品，实际上是一个双输啊，就是欧美也输，实际上中国人的话呢也输了啊，你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这个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最后呢等于是好不容易挣了点钱，但是呢把自己的这个人的健康给搞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它既是优势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2件事啊，主要是讲一下这个中国人这种内卷的精神啊，欧美还是有点这个束手无策的哈，束手无策。OK， 那咱现在呢，这个就进入到咱们互动的环节了哈。咱们这个今天是礼拜天哈，咱们就进入到互动环节。第一个问题，张教授你好，我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民众。当我跟一些朋友讨论到中共的不良之处时，他们常会反问我：你有去过中国吗？我经常去，但你没有。你所听到或看到的都不是事实，对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应该如何更妥善地回应他们？其实这些人他们自己这个是不是真的去过中国也是一个问题啊。再有一个就是说，你真正去中国的时候，你接触到的并不是中国的这个普遍性的，就是普通民众他们的那种生活状态。你在这个北上广深呢，你到这个就是大城市是核心商业区啊，你所看到的那个情况，其实跟欧美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咱们刚才讲中国人很卷嘛，所以说你会看到他们的服务特别的好。这个其实人呢，我觉得工作和生活就是
人还是应该以家庭为中心的，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照顾好自己的子女，照顾好就是和这个就是家庭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理论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的话，他不是为了工作活在这个世上嘛。所以就是说，在就是工业化之前呢，欧美各国也好，或者中国也好，人们都是以家庭为生活的中心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他在工作的时候的话，他总要留足够的时间跟家人在一块儿啊。包括马斯克哈，你看马斯克整天忙得要命，但他也会有的时候会把他的儿子带在身边啊。开会的时候啊，到工厂里边去，这个视察的时候啊，这个他都是带着他，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他抱着他的儿子，这就是觉得他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要花一定时间去陪一陪他的家人。中国人呢，就是卷得非常厉害。我今天其实看到推文中有一个人就讲到说，他到上海之后，那带了好多的箱子，完了之后的话呢，马上就有人过来帮他拎箱子呀，然后这个他说这个我这个东西要送到哪儿哪儿，那个人马上就可以帮他送过去啊。那个人说是我不管多晚，只要接到电话，我马上都会出来这个干活啊。就是你感觉好像他们这种生活就是完全没有家庭，没有自己的生活啊，就一切都是为了挣钱。人活到这一步的时候，你要知道，没有人真的愿意这么累的啊。他之所以这么累的话，其实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就当我们在中国享受这种各种各样非常好的服务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是以牺牲很多底层人的幸福作为代价的。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关于中共的这个不良之处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嘛，就是说，如果中国真是那么好的话，为什么中共不肯给人言论自由，对吧？中国那么好的话，让大家撒开了去夸夸中共，不是挺好的吗？他不给你言论自由的本身的话，其实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而且就是说，现在中国很多没有这个独立的司法呀，这个包括就是很多台商他们在中国大陆那个，其实你去查一查，用高维邦，就这三个字去查一下的话，就可以知道很多中共对台商的迫害。在去年台湾大选之前呢，我做了一套系列节目，就在我这个频道里边，就关于台湾大选，当时是一共做了8集，其中对于这个中国的经济假象啊，这个中共的人权迫害啊之类的，里边都有非常具体的例子。您到那儿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哈，我们不花这个时间了，因为当时做了8集，每集差不多都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谈了很多了已经。OK， 下面一个问题，天老师好，近期中共高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连横台湾通史译注本新书发布会，邀请连惠新发言攻击民进党当局搞去中国化的主张。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断大量出版文化著作，挖掘古物，禁止文物出口，以及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共在推动中国传统建设及保存上有很多成效，已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共。这点想请教您的看法。这个其实呢，这个我对于去中国化啊，我觉得我也是有想法的。我觉得就是民进党他应该把中共和中国分开，他不应该在这个，因为中共是一个邪教集团啊，而且就是不管是人权迫害也好，对于文化的破坏也好，这些方面确实是非常的邪恶啊，也非常的可恶。我觉得远离中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中国有很多自己的优秀的文化，包括其实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文化，当时从这个隋唐时期，大家知道当时有这个日本都有遣唐使啊，很多国家都有遣唐使，不光是日本，当时这个中亚那些国家，南洋那些国家，他们都有遣唐使啊，到中国去学习。中国那时候的这个文化实际上是辐射到周边，基本上来说就是周边这些国家的文明都是中国带过去的。像越南呢，它本来就那时候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像这个老挝呀，像缅甸呢，就是包括南洋的那些国家啊，日本、韩国就不用说了哈。然后还有那个中亚地区，其实很多他们的文化都是从中国学去的。我觉得这个文化啊，大家不要对它有什么排斥啊，因为作为文化本身来说呢，它不管是对于人的这种道德的约束也好啊，或者是对这个人的这种日常这种人和人之间相处啊，这种所确定的那种秩序，
包括就是说这个文化能够对人的这种精神境界的这种提升，在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是非常好。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是基于不光是儒家啊，它是有基于佛家的东西啊，也有基于道家的东西，其实是这么三根支柱啊，就是儒释道支撑起了这个中国的文化。台湾不是有很多人都是这个到宫庙里边这个拜佛呀，是吧？或者拜一些什么其他别的神呐。你要知道，就是说那些东西原来都不是台湾的啊，就包括像这个佛教啊、道教啊、这个道观呐、这个佛教都是不是台湾本土的。我觉得在文化上应该抱有一种开放的心胸啊，只要是好的呢，咱们就去照着它去吸收啊。当然可以对这个文化进行本土化的一些结合呀，这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些好的文化还是没有必要排斥。中共这边哈，我觉得它真正的这种对于文化的破坏啊，它主要表现在它对于文化本身的承载的那个内涵，就中国真正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共是反感的。中共甚至是害怕的，就是如果你真正去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敬天呐信神呐，这些东西，包括这个仁义礼智信呐，这种人的伦理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中共是非常害怕的。他可能会做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文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翻译一些古籍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搞一些对外的演出啊，就是这个好像是在宣扬中国文化。但是其实呢，它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能够危及到中共的它的这个意识形态。所以你会看到中共在对外输出文化的时候，办这个孔子学院，他讲的绝对不是孔子的东西，他只是打着孔子的名字，然后呢讲的是共产党的东西，然后所谓的利用这种语言学校啊，这个去向海外去输出一些他的意识形态。然后呢，因为这个跟你合办学校的那个机构，合办孔子学院的，你要给他钱嘛，给了钱之后的话，就能够控制他。然后呢，在这个学校里边的话，你就不能够再讨论西藏的问题啊，不能再讨论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独立的问题啊，你就不能够讨论这个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等等。它实际上是通过所谓这样一种文化输出，输出的是党文化，同时的话又压制了这个海外的这种言论自由。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这种文化输出呢，它是以维护共产党为目的，而并不是维护真正的中国文化。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中国文化呀，和共产党的文化它是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搞文革嘛。他要一样的话，他中共的党文化跟传统文化要一样的话，他就不用搞文革了，对吧？他搞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传统文化毁掉。所以不管中共表面上做一些什么事儿，他是有他的目的的啊，他有他的 agenda。一方面呢，就是说向外边对外输出这种所谓的党文化哈，就是这个中共的党文化。另外一方面呢，他还有一个就是利用这种过去的传统文化来吸引一些这个外国的旅游啊、投资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知道，我记得1998年，大家知道1989年从这个中共6·4开枪之后呢，这个美国总统就停止访问中国了啊。下一次访问中国就是89开枪之后，下一个到中国访问的那个国家元首就是克林顿嘛。克林顿当时是98年去的，克林顿去了之后，第一站就落到西安啊。为什么要去西安呢？就是看看兵马俑嘛，对吧？像这样的这种文物古迹，这个克林顿他不会去想看一看什么上海的高楼大厦什么之类的，没有必要，对吧？美国这边多的是，曼哈顿的那个岛上多的是了。就他是要看一些中国文化的有关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中共它保留一些文化，它主要是也是欺骗国际社会啊，说你看我也是在这个恢复文化。但是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中共在恢复文化的时候，它只是恢复了文化的表面啊，就像是比如说这个庙宇啊给重修了，这重修的目的它不是为了给僧人好好修炼啊，就变成一个清净的修行的场所啊，僧人可以闭关修炼呐，这个寺院有庙产，他可以平时种种地，农禅合一，就恢复原来当时的这个宋代的那种丛林制度，它不是这样的。他修建这个一个庙宇修好了之后的话，它是为了开放旅游，让大家到那边去烧香拜佛求啊，然后呢，这个不是让你真正的去修佛啊，按照佛讲的怎么去做得更好，而是让你去求佛保佑啊，这个跟这个修炼是两回事啊，跟真正的修佛是两回事。
然后呢开放旅游啊，拍个电影啊什么之类的，收这个香火钱的，他是拿这个东西去敛财去了。所以你不能看表面上他好像是在恢复这个事儿，实际上中共干的很多事情，表面上是在维护文化，其实都是在破坏文化，他把文化那个精髓给破坏掉了。所以就包括这个教堂也是一样，这个比如说这个教堂又重新修缮了，但是呢，它并不是为了去荣耀上帝啊，它实际上是中共要在那个里边搞统战啊，或者搞一些什么他自己的这个阴谋。所以这些方面哈，我觉得大家看他就不能够看他的表面啊，你得看一下他做这个事情，他背后所宣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OK，下面一位朋友，巴尔的摩撞桥事件，我个人不太认可阴谋论观点，因为需要精确控制货轮的停电时机和失控后的运行状态，似乎目前技术很难做到，不知道江教授如何看？这个刚好咱们刚才说过了哈。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阴谋论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我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哈。下面一个东西，下面一位问题是，天亮老师好，我想冒昧的问一下，上次您在节目中推荐的移民大神 Rock 只是简单的插广告，还是您对其有了切实的了解，诚心推荐？其实作为我来说呢，我是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核实我们的这些广告。那广告呢，我们是有一个团队，他们是非常认真的核实了，然后呢，就是把甚至有些产品，像这个我以前推荐过什么面膜什么之类的，他们都是亲身试过。包括这个黑参呢，就是我们以前推荐过这个像这种黑参呢，还有就是说像这个什么扁康丸呐什么之类的，像他们这都是属于亲自试过的啊，试过了之后的话，他们觉得这个不错啊，不错之后，然后确实也有很好的案例，然后呢才给我啊这个，然后我再去这个向大家推荐。所以这个方面呢，我就是大家知道我这个频道啊，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我自己个人的这么一个好像每天跟大家聊聊天的这么一个频道，但其实呢，大家之所以能够从我这儿买东西的话，其实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嘛，对我的出于对我的人品也好，或者学问也好，或者比如说大家觉得我很真诚啊，就在这儿跟大家讲这些事儿。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就像是一个电视台一样了，就是相当于一个人的个人的一个电视台。那如果要是推荐了很糟糕的东西的话，没有了信誉，那这个我们这个电视台也没有办法再 run 下去了。所以我们的那个团队里边的人，他们自己他会非常认认真真的去筛选啊这些产品啊，他们不会把糟糕的东西拿上来啊，这个对他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这个下面一位朋友问，天阳教授你好，我很喜欢您的节目《中华文明史》系列之后，您有未来有什么规划的项目吗？当中共倒台后，您会回到中国吗？中华文明史这个系列出完了之后，我现在在这个，就是我每次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都要有一个广告嘛，就是这个做这个会员网的那个节目，那个就是秦汉史啊，现在正在做，这个秦汉史现在都已经播出了，都已经50几集了，已经就是讲从这个周秦之变呢，一直到这个汉魏之变啊，就这个过程，这个跟秦皇汉武不一样啊，这个里边有很多就是思想性的东西啊，这还是蛮深的，很深啊，但是我讲的很深入浅出啊，就是讲了很多这个像中华文明史一样讲了很多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看法，我觉得还是对于我们了解不光是秦汉啊，从秦汉对比我们当今生活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可以借鉴的思想。然后呢，这个现在呢正在整理这个《笑谈风云》5部这个电子书。我总是做这个事儿比我想象的要慢一些啊。这个，然后我其实也是在为这个电子书这个做了一个筹款的活动嘛，因为这个书一旦整理完了之后呢，是需要就这个书整理完了以后呢，它是这个最后出版的时候的话，它是需要资金的啊，所以就是说我同时呢也为这个就是电子书这个项目的话做这个筹款的努力，这样的话将来才能够真正的印成电子书出版。基本上来说现在就在忙这些事情啊，这个每天白天的时候基本上来说我大概上午和下午都是在忙我的电子书，做我这个文化产品，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吃完饭看看新闻，然后在这儿跟大家聊聊天啊，基本上是这样。至于说中共倒台，我是不是会回到中国这个事情，我现在只能说先等中共倒台了再说吧。反正中共倒台之前我是不可能回去了，我不用说回大陆，我到香港我都不能去的啊。
去了之后肯定被中共抓起来了。所以在这儿我是觉得在海外的话能够对这个结束中共这个统治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推动这个事情。特别是其实我对于这个教育我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我觉得未来的社会下一代的人，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实际上取决于下一代人是什么样的，下一代的人是什么样子，其实是取决于教育是什么样子的。我也经常讲，这个教育其实它不是培训，它不是在教你一个技能啊，教育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教人怎么去做一个好人嘛，就是你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实际上是教育实际上是对人的塑造啊。所以我的精力呢，我觉得主要就是投入在这几个方面啊，就是艺术方面，虽然知道有限吧，但是在艺术方面，就是因为跟神艺术团啊有一些就是做一小点事吧。然后呢，就是媒体啊，就咱们在这儿做这个直播啊。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教育这方面，其他别的没想啊。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随缘的。我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大家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嘛，就1999年，我是1995年的时候开始修炼的，后来1999年迫害开始，然后呢，在那个时间有一段我在中国大陆待了1年的时间，就镇压开始之后，我在中国大陆待了1年的时间。当时在中国大陆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是不会甘心于被中共这样骗了之后就无所作为的，所以当时做一些事情也稍微这个就不能说稍微了，就是其实当时也是有很多的危险。后来呢，就是说在2000年的时候到美国来读书。我觉得这个人生啊，很多时候它都是有定数有安排的，就是你到哪个学校上学啊，会认识什么样的人，跟你做朋友啊，跟谁结婚，然后呢什么时候会到哪里去生活。我其实在读完博士毕业之后的话，我是觉得我是打算安安稳稳的在华盛顿 DC 了，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在北维州生活，我太太也很喜欢。但是呢，因为这个神韵这边需要，飞天这边需要，我们就搬过来了。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觉得人是身不由己的，他是受这个命运安排的，或者比如说受某种使命感召唤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去做这些事情，只能抱着一种随其自然的心态啊，就是到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儿，努力的去做啊，但是呢，不要求结果啊。我基本上来说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去生活，就是随缘的。那中共倒台之后，那我就得看一看，就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能够做的事情更多更有效一些。还没有想到那个事儿哈，就是只等倒台了再说啊，也可能到时候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啊，这都是命里边定的。我觉得我现在要想这事儿有点早。今天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是吧？这个大家如果要是也没什么问题的话，那咱们就今天就到这儿吧啊。OK， 好，大家好像也没什么打字了哈。OK， 好，那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的话，就麻烦您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